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、赵露思成绝望的文盲典型，被外媒报道，易烊千玺又躺中。绝望的文盲这个梗，在央视网发文批评了之后，再一次大热了起来。不光是国内的主流媒体发文批评了几个明星，甚至这几位绝望的文盲被外媒也报道了。其中典型人物就是王一博和赵露思。不得不说，这两位挤破脑袋完成不了的事情，现在还真成了国际明星，只是还真一言难尽，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重见点：目前赵露思方面的公关手法是：一来对相关的词条和热搜进行压制，尽可能让赵露思在这一次的文盲事件中隐身；二来，赵露思的团队给赵露思安排了好几个比较讨喜的营销话题，比如马来西亚公主在其 ins 上关注赵露思的 ins， 以及点评电视剧《星汉灿烂》的文章被推上了热门。有一说一，这些操作确实是很好的对冲掉了赵露思身上的负面新闻。再加上有鹅厂的力捧，赵露思这一次的文盲事件风波，看来是能够有惊无险的度过了。王一博方面的情况，相对于赵露思来说，就比较复杂了。毕竟他的流量和人气都要比赵露思高，所以造成的负面影响，相对于赵露思来说要大。而且他在电影《无名》路演现场的文盲表现也是太过于出圈，团队根本没得洗。至于王一博的大部分粉丝，现在主要是和易烊千玺家粉丝在互撕。王一博方面现在的说辞是，绝望的文盲这个标签是指的电影《满江红》剧组镜、康耻、莫须有等一系列在春节时候的骚操作，和王一博没有多大的关系。王一博纯是被易烊千玺家甩锅了，而且还有易烊千玺身上特权咖的事件始终是绕不过去的。王一博粉丝一句特权咖比文盲更讨人嫌的话，也就很轻松占据了舆论的高地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事情让王一博粉丝在喷电影《满江红》剧组和易烊千玺，那就是《满江红》剧组在前些天曾经为了割韭菜，售卖过所谓的宰相令牌周边，颇有为秦桧捧臭脚的意思。不过在事情爆出来了之后，这个周边就灰溜溜的夹着尾巴下架了。然后易烊千玺的粉丝，他们主要就是抓住了王一博诸多曾经的文盲名场面不放，比如王一博的到此一放事件，并要求王一博粉丝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再一个，易烊千玺的粉丝也一直表示，电影《满江红》剧组的行为与演员易烊千玺无关，以此来撇清《满江红》剧组的诸多下头操作。实话实说，剧组的操作确实是和演员无关。如果因为剧组的操作就说演员是文盲的话，那么沈腾也是，人家沈腾是军艺毕业的。这饭圈的互撕风波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落幕了，路人网友看个热闹就好。现在比较正能量的一个现象就是，因为绝望的文盲事件，艺考线以后将会提升到一本线了，也就是说艺考生的文化课水平招收标准要提高了。我们现在也只能期待继这一批绝望的文盲之后，娱乐圈不要再出现那么多的文盲久漏于来辣大众的眼睛了。王一博、赵露思成绝望的文盲典型，被外媒报道，易烊千玺又躺中。近段时间，娱乐圈又一次被绝望的文盲这个词搅得天翻地覆。原本只是网友调侃某些明星在公开场合文化素养过低，知识储备不足，没想到事情愈演愈烈，最终不仅央视网发文点名批评，就连外媒也跟进报道，让这场原本局限于国内娱乐圈的笑话，变成了一场国际性舆论风波。而在这场风波中，王一博和赵露思无疑是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典型人物，甚至成了绝望的文盲标签的代表案例。与此同时，易烊千玺虽然并没有在事件中直接出丑，却依旧因为粉丝互撕和《满江红》剧组的骚操作，
被迫卷入舆论漩涡，成为躺枪的一员。绝望的文盲梗的起源与爆发。绝望的文盲这个梗其实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。娱乐圈不少年轻流量艺人，虽然颜值在线，流量惊人，但在公开场合频频爆出低级错误，展现出文化素养缺失的一面。比如读错字、听不懂典故，在被问及常识性问题时一脸茫然，甚至连一些历史事件、文学名句都一问三不知。这些文盲名场面在网络上积少成多，渐渐被网友总结为久漏于绝望的文盲。本来这些调侃只是饭后笑谈，可是当央视网等主流媒体发文批评，话题便迅速升级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外媒也借机报道，甚至将此与中国流量明星的文化水平挂钩，瞬间让事件国际化，成为一种群体性丢人。赵露思公关迅速，险中求生。在此次风波中，赵露思虽然被点名，但她的团队反应极快，采取了转移注意力的公关手法。首先，她的团队在第一时间压制热搜和相关词条，避免赵露思等于文盲的形象持续发酵。其次，迅速为她安排了几个正能量或无害的营销话题，例如马来西亚公主关注了赵露思的 INS 账号，这一新闻立刻被炒上热搜，成功让不少路人将注意力转向国际影响力而非文盲争议。再比如，关于星汉灿烂的积极讨论也被推上热门，继续强化她的作品热度。客观来说，赵露思这一系列操作确实奏效了。在鹅厂的大力扶持下，她的资源和曝光度依旧很高，再加上粉丝群体也偏向活泼轻松型，她在这次文盲事件中的负面影响被大大削弱，最终有惊无险。王一博流量越大，压力越大。相比赵露思，王一博的情况要复杂得多。作为当红顶流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无限放大。当初在电影《无名》路演时，他的一些文盲式发言迅速在全网出圈，成为群嘲对象。这种画面一旦传播开来，团队根本无法挽回。此外，王一博的粉丝基数庞大，但正因为如此，他承受的负面影响也更重。在这场风波中，粉丝与易烊千玺的粉丝之间的互撕，把矛盾进一步推向了极端。王一博粉丝的主要说法是，绝望的文盲标签其实是源自《满江红》剧组的操作，与王一博本人无关，反倒是被易烊千玺粉丝甩锅。而面对易烊千玺过去的特权咖争议，王一博粉丝更是毫不留情地打出一句：特权咖比文盲更讨人嫌。凭借这句话，他们似乎抢占了舆论高地。易烊千玺被动卷入，粉丝死守。易烊千玺在这件事里多少有点躺枪的意味。严格来说，他并没有在公开场合犯过低级知识性错误，但因为《满江红》剧组此前的骚操作，包括春节期间关于靖康耻莫须有等争议，以及后来售卖宰相令牌周边的割韭菜行为，导致整个剧组口碑下滑。于是，在粉丝互撕时，王一博粉丝借机将绝望的文盲锅甩到易烊千玺头上，而千玺粉丝则坚决否认，强调剧组的行为与演员本人无关，并举例，如果按照这种逻辑，沈腾是不是也是文盲？他可是军艺科班出身。这番拉扯让易烊千玺不得不被裹挟进舆论风波，尽管他本人并未直接翻车，但依旧无法避免成为被反复提及的名字。粉圈互撕、饭圈战争的缩影。整个绝望的文盲风波，从明星的公关危机，逐渐演变成粉丝之间的对骂大战。王一博粉丝与易烊千玺粉丝在互撕过程中，几乎把所有过往的黑料都翻了出来，互相攻击、互相踩踏，甚至连与事件无关的明星都被牵扯。这种粉圈的撕逼文化，其实早已成为内娱的常态。一旦涉及到自家偶像的负面新闻，
粉丝便会迅速发动舆论战，通过控评、举报、造谣反击等手段，试图洗白偶像的同时，把矛头转向对家。然而，这种做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让外界对饭圈形成更加负面的印象：盲目、非理性、互撕成性。对于路人网友来说，这些撕来撕去的闹剧，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。娱乐圈的文盲困境与教育反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风波除了明星个人的丢人，也引发了社会层面对艺考和教育的深层次反思。不少网友指出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绝望的文盲明星出现，根本原因在于过去娱乐圈的唯流量论与低门槛。很多艺考生为了进入演艺圈，仅依靠长相、表演天赋就能考上，但文化课成绩极低。结果是，进入行业后，他们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，一旦面对需要知识储备的场合，就会原形毕露。好在，这次舆论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。有消息称，未来艺考的文化课录取线将提高至1本线。这意味着，想要成为演员，除了外貌和才艺之外，还必须具备扎实的文化水平。这样一来，或许能减少文盲明星的出现，也让整个行业回归更健康的发展轨道。娱乐圈该如何走出文盲笑话？回顾这次绝望的文盲事件，从赵露思的公关险中求生，到王一博承受的巨大舆论压力，再到易烊千玺的被动卷入，不难发现，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明星的笑话，更是整个娱乐生态的一次照妖镜。明星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们的一言一行本就处在放大镜下，如果文化水平不足，迟早会在某个场合暴露无遗。而粉丝盲目的护短和饭圈互撕，更是让原本的问题复杂化、娱乐化，最终丢脸的却是整个行业。或许，未来真正能让绝望的文盲不再重演的，不是一次次公关操作，也不是粉丝的互撕，而是教育制度和行业标准的全面提升。只有当文化素养真正成为艺人的基本门槛时，观众才不会再一次次因为明星的文盲表现感到尴尬和无奈。娱乐圈需要真正的文化偶像，而不是只能靠外貌和流量支撑的文盲明星。